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中医舌诊。舌诊是观察病人的舌质和舌苔的变化，也就是观察病人的舌象，来诊查病情的方法。舌诊是中医望诊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极具有中医特色的诊断方法之一。因此，舌诊我们单独列为一章来学习。舌诊主要是观察病人的舌质和舌苔的变化。舌质和舌苔我们称为舌象。舌质和舌苔又是什么呢？舌质我们可以理解为舌的肌肉组织，舌苔就是舌基上覆盖的一层半透明的黏膜。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舌头的形态和结构。舌头是一个基性器官，由黏膜和舌基组成。舌具有辨别滋味、调节声音、搅拌食物、协助吞咽的作用。舌头上面叫舌背，中医称为舌面，下面称为舌底。舌背又分为舌体和舌根两部分，舌体和舌根之间有一条人字界沟。伸舌时一般只能看到舌体，所以中医诊舌的部位主要是舌体。舌体的前端称为舌尖，舌体的中部称为舌中，舌体的后部人字界沟之前称为舌根，舌体两侧称为舌边。舌体的正中有一条不很明显的纵行褶皱，称为舌正中沟，舌上卷时可见到舌底。舌面上覆盖了一层半透明的黏膜，舌背的黏膜粗糙，形成许多凸起，称为舌乳头。根据舌乳头的形状的不同，舌乳头可分为4种，有丝状乳头、菌状乳头、叶状乳头、轮廓乳头。轮廓乳头一般为7到9个，排列在人字沟前方。叶状乳头位于舌侧缘。叶状乳头、轮廓乳头都含有味蕾，因此主要与味觉有关。由于这2种舌乳头在舌根部，伸舌时不容易见到。舌象主要与丝状乳头、菌状乳头有密切的联系。我们来看这一张显微镜下的舌乳头的图。丝状乳头数量最多，遍布舌背，乳头呈圆锥形，尖端略向咽部倾斜。它的浮层扁平上皮细胞狡猾脱落，在混以食物的残渣、唾液和细菌等等，使舌黏膜表面覆盖一层白色的薄胎，称为舌苔。舌苔常伴随着健康的变化而发生改变。菌状乳头数量最少，多位于舌尖和舌缘，散在于丝状乳头之间，乳头呈蘑菇状，上皮不角化，内有味蕾，富含血管，呈红色。菌状乳头的形态和色泽改变是观察舌质变化的主要因素。舌苔是由上皮细胞的脱落、食物残渣、唾液和细菌堆积在舌面丝状乳头上面而形成的。这些堆积物看似是无用的，相信很多人都曾经试图想刷掉这一层堆积物，但是这层堆积物能够刷掉吗？答案是这层看似无用的堆积物，也就是舌苔，是刷不掉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中医认为，舌苔是胃气熏蒸所形成的，是刷不掉的。有舌苔就等于有胃气。胃气我们前面讲过，就是脾胃功能，也就是脾胃运化吸收的功能。当胃气充足，脾胃功能正常，气血津液就能充足。气是属阳，血和津液属阴。气血津液阴阳，中医又称为正气。因此，舌苔刷不掉，表明有胃气，正气充足。正气充足的人，要么就没有病，要么即使有病，病也是比较轻的，预后比较好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：有胃气则生，无胃气则死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这2个舌苔，一个图是有舌苔，另外一个图是
无舌苔。有舌苔的图我们可以看到舌乳头，存在舌乳头说明有舌苔。这个图是薄白苔，表明有胃气，正气是充足的。而另外一张图没有舌苔，我们也没有看到凸起的舌乳头，舌乳头是萎缩的，这是不可能形成舌苔的。这种无苔的舌象表明胃气匮乏，正气大亏。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。